同学们好，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置换型固溶体的形成条件、影响溶解度的因素以及组分缺陷。这节课呢，我们来介绍另一种固溶体——间隙型固溶体。当溶质原子较小时，则能够进入溶剂晶体的间隙位置，这样就形成间隙型固溶体。那么，形成间隙型固溶体的条件是什么呢？形成间隙型固溶体要求溶质原子的半径要小，而溶剂晶体的晶格空隙要大，这样就容易形成间隙型固溶体。我们在分析形成间隙型固溶体的难易程度时，只需要考虑溶质原子的大小以及晶体结构空隙的大小这两个主要因素就可以了。通常固定一个，分析另外一个。比如，我们来分析溶质原子大小一定，溶剂晶体分别为氧化镁、氧化钛、氟化钙和片废石时形成间隙型固溶体的难易程度。溶质原子大小一定，只需分析晶体的结构空隙大小即可。利用我们学习的晶体学的知识，氧化镁属于氯化钠型结构，只有四面体空隙可以填充，而氧化钛属于金红石结构，四价钛离子填充于八面体空隙中，还有1/2八面体空隙可以利用。氟化钙属于萤石结构，该结构中空隙比较大，废石的结构中有很多大小均一的孔洞和孔道结构，它的结构空隙更大，因而从上到下，废石的结构空隙是最大的，氧化镁的结构空隙是最小的。不难判断，形成间隙型固溶体的难易程度必然是废石最为容易，其次是氟化钙、氧化钛，最后是氧化镁。形成间隙型固溶体也必须保持电中性，比如硅酸盐结构中嵌入锂离子等半径较小的离子时，正电荷的增加往往被结构中3价铝离子代替4价硅离子而平衡。综上，填隙型固溶体的形成仍取决于离子的尺寸、离子价、晶体结构等因素。添加的原子或离子尺寸越小，越易形成间隙型固溶体，反之亦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晶体结构中空隙的大小起了决定性作用。一般，晶体中的空隙越大，结构越疏松，越易形成间隙型固溶体。间隙型固溶体的生成一般都是晶格常数增大，增加到一定程度，使固溶体变成不稳定而离解。所以填隙型固溶体不可能是连续型的固溶体。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常见间隙固溶体的实例。我们首先来看原子填隙型。金属晶体中原子半径较小的氢、碳、硼元素易进入晶格填隙位置，形成填隙型固溶体。最典型的就是钢。钢它是碳塞铁中的填隙型固溶体。另外，过渡元素与碳、硼、氮、硅等易形成碳化物、硼化物、氮化物、硅化物等本质也是形成固溶体。这些被称为金属硬质材料，它们具有高硬或者说超硬性能，熔点极高，例如形成的碳化镓、氮化钽等等，它们的熔点都是非常高的。我们再看离子填隙型。阳离子填隙，我们之前也讲过，氧化钙进入到氧化锆中，钙离子可以进入到氧化锆晶体结构的间隙位置，这在实际中也是可以发生的。氟化铱进入到氟化钙中，是常见的阴离子填隙型固溶体。氟化钙为萤石结构，结构比较开放，氟离子可以进入晶体的间隙位置，形成间隙氟离子。另外还有氧化锆进入氧化铱中，为保持电中性，氧离子进入间隙位置，形成间隙氧离子。
这些例子在实际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间隙型固容体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这部分呢，要求大家能够比较判断不同结构形成间隙固容体的难易程度。同学们，再见。